在中国经济持续下滑、股市暴跌的背景下，万众瞩目的财政部新闻发布会于10月12日如期举行。这场被寄予厚望的发布会本应给市场注入一剂强心剂，却因缺乏实质性刺激措施而令人大失望。财政部部长蓝福安的讲话更像是一场忽悠大会，暴露出中国当前经济困境下的政策困局。蓝福安在发布会上反复强调将出台史上力度最大的化债方案，但对具体金额却讳莫如深。他表示将一次性增加较大规模债务限额，用于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，但这较大规模到底有多大，却无人知晓。有分析认为，考虑到2015至2018年地方债务置换规模达12.2万亿元，此次若要称得上史上最大，规模或将超过13万亿元。但财政部并未给出明确数字，这种模糊态度无疑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。从蓝福安的讲话来看，此次财政刺激的重点显然是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，而非直接刺激消费。他提到将发行3.6万亿元新增专项债，主要用于收储房地产，支持地方融资平台转型等。此外，还将安排1.2万亿元用于支持化债和清理企业欠款。相比之下，涉及民生的措施则显得乏善可陈。蓝福安仅笼统提到将加大力度支持基本民生保障，但具体措施仅限于提高养老金标准、增加教育支出等常规操作，缺乏真正能提振消费的大手笔刺激。这种政策取向反映出中央政府更关心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，而非普通民众的生活困境。有评论指出，这是在救官不救民，难以真正提振经济。在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的背景下，财政部此次提出将利用专项债等多种手段支持房地产止跌回稳，但具体措施仅限于收储存量房产、取消部分税收政策等，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。数据显示，今年1至9月，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7.5%， 销售额下降 5.0%。在人口老龄化加速、青年失业率高企的情况下，房地产市场的长期低迷似乎已成定局。财政部的这些措施更像是在为楼市续命，而非真正扭转颓势。蓝福安反复强调要加大力度支持地方化解债务风险，但实质上是将地方债务转嫁给中央。他提到将发行特别国债，支持国有大型补充一级资本，这实际上是用全国纳税人的钱为地方政府的过度举债买单。据估计，中国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已超过38万亿元，隐性债务更是高达40至50万亿元。如此庞大的债务规模，即便中央政府倾其所有，也难以彻底化解。这种债务转嫁无异于饮鸩止渴，只会加重全国经济的长期负担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就连部委核心处室也是在几周前才得知政策转向，匆忙开始制定新的刺激政策。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，反映出决策层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出现重大失误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此次财政刺激方案明显缺乏长远考虑和系统规划。无论是化解地方债务，还是稳定房地产市场，都是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的短期举措，难以从根本上扭转中国经济颓势。财政部发布会结束后，市场情绪已经从此前的狂热预期急转直下。多位分析师预测，下周一开盘后 A 股可能面临重挫。在财政部发布会之前的一周，10月9日至13日 A 股已经出现大幅下跌，上证指数周跌幅达 4.46%， 深证成指下跌 5.17%， 创业板指数更是暴跌 6.78%。仅这5个交易日 A 股市值就蒸发了约 3.78 万亿元。有分析师指出，此前市场普遍预期
财政部将推出至少2万亿元的刺激计划，甚至有传言称规模可能达到5万亿元。然而，发布会上并未给出任何具体数字，这种模糊态度让投资者大失所望。有券商分析师警告，如果下周一再次出现大幅下跌，可能会触发新一轮股灾，直接击穿3000点关口。尽管蓝福安在发布会上反复强调中国经济韧性强、潜力大，但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却难言乐观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9月官方制造业 PMI 为 50.2， 较8月回落 0.1个百分点，连续2个月位于荣枯线上方。但9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1.7， 较8月大幅回落 1.1个百分点，创下今年3月以来新低。更为严峻的是，今年前8个月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5.31%。这意味着，即便财政部推出大规模刺激，也难以弥补巨大的收入缺口。有经济学家警告，如果这种趋势持续，中国可能面临自1976年以来首次全年经济负增长的风险。虽然蓝福安表示将加大力度支持地方化解债务风险，但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似乎已到了难以自拔的地步。据财政部数据，截至2023年9月底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到 39.5 万亿元。但这仅是冰山一角。有研究机构估计，如果算上隐性债务，地方政府实际负债可能高达90万亿元，相当于中国 GDP 的 75%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入不敷出。以湖北省为例，今年前8个月，该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14.7%， 而支出仅下降 3.6%。这意味着，即便大幅削减开支，地方政府也难以维持正常运转。财政部虽然提出要支持房地产止跌回稳，但市场反应却不尽如人意。10月12日当天 ，A 股房地产板块下跌 1.23%， 多只地产股跌停。事实上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颓势已难以逆转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今年1至9月，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7.5%， 销售额下降 5.0%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9月单月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9.1%， 降幅较8月扩大 11.1个百分点。有房地产分析师指出，在人口老龄化加速、青年失业率高企的背景下，房地产需求将持续萎缩。即便政府推出再多刺激措施，也难以改变这一长期趋势。尽管市场普遍期待政府推出大规模消费刺激措施，但财政部的表态却相当谨慎。蓝福安仅笼统提到将加大力度支持基本民生保障，但具体措施仅限于提高养老金标准、增加教育支出等常规操作。这种保守态度与中国当前的消费疲软形成鲜明对比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今年前8个月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7.5%， 但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速仅为 4.5%。这一增速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，反映出消费复苏乏力。有经济学家指出，如果不能有效提振消费，中国经济将难以摆脱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，长期增长潜力将受到严重制约。财政部此次发布会不仅未能提振市场信心，反而暴露出决策层的无力与迷茫。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大环境下，中国经济前景愈发扑朔迷离。有国际投行预测，2024年中国 GDP 增速可能降至 4.5% 左右，创下1990年以来新低，不包括疫情影响的2020年。更悲观的分析认为，如果房地产市场继续恶化，明年增速甚至可能跌破 4%。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，中国决策层似乎陷入了两难困境。如果不采取大规模刺激，经济可能持续下滑；
但如果再次大水漫灌，又可能加剧债务风险，埋下更大的隐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些经济学家呼吁中国应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。但从财政部此次发布会的表态来看，短期内政策趋向大幅调整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大。总的来说，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阵痛期，前路充满挑战。如何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寻找平衡？如何在刺激短期增长与培育长期动能之间权衡取舍？这些都是摆在决策层面前的难题。而这场财政部发布会，或许只是中国经济长路漫漫中的一个小插曲罢了。